新加坡政府也深知自己的政治体制是不受美国人待见的。两国之间之所以还能保持同盟关系，仅仅是因为新加坡守着马六甲海峡的东大门，在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当中呢，新加坡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新加坡通过反外国势力干预法。10月6号新加坡通过了一份非常有意义的法律，叫做反外国势力干预法。这份法律引起西方政府和媒体的一片反对之声。新加坡不是和西方关系不错吗？他自己立个国内法，别人有什么好反对的？新加坡在很大程度上是融入了西方社会的，并且还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军事联系。新加坡甚至成了第一批拥有 F-35 战斗机的国家之一。按理说，以这样密切的关系，新加坡不应该担心美国或者是其他西方国家会把自己当成颠覆的对象。其他的国家呢？俄罗斯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喜欢到处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苏联了。中国更是对其他国家的内政没什么兴趣，经常锲而不舍的试图颠覆别国政府的只有那个世界警察美国。新加坡有必要担心作为盟国的美国的颠覆吗？还真不一定哦。如果回顾一下近20-30年来的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新加坡这样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态度是越来越不增进，无论是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还是意大利，甚至于韩国和菲律宾，美国都是采取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换个人来执政的态度。只要某一个盟国的领导人表现出了一点独立自主的倾向，或者是他的所作所为与美国的现行政策有所不符，就可能遭到美国的颠覆。最让人心寒的可能就是当年的南越的总统吴彦廷，这位忠诚的美国仆人竟然被人枪杀在大街上。在菲律宾曾经发生的多次军事政变之中，几乎每一次背后都有美国人的影子。新加坡虽然在法律上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在意识形态上一直是被美国指责诟病的对象。美国一直把新加坡归入所谓的威权主义国家，这个词儿的含义其实和独裁政权是一样的，只不过新加坡和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美国政府和政客们表面上不能用带有太强烈贬义的词汇来形容新加坡，所以才发明了这么一个看起来有点偏中性的定义。新加坡之所以被称之为威权主义，是因为李光耀家族长期掌握着新加坡的政权，从政治、经济、军事、金融、法律等各个方面把这个城邦国家控制得严严实实，几乎没有什么反对党可以取而代之。新加坡政府也深知自己的政治体制是不受美国人待见的。两国之间之所以还能保持同盟关系，仅仅是因为新加坡守着马六甲海峡的东大门，在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当中呢，新加坡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是在1994年吧，新加坡因为依法惩处了一名美国恶少麦克菲，而遭到了美国政界和报界的口诛笔伐呀。当时新加坡只不过是要按照法律把这个胆大妄为之徒抽上几鞭子而已，结果在美国方面的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新加坡不得不把刑罚减轻一些，由6鞭改为4鞭。即使是这样，美国方面也不依不饶纠缠了很长时间。美国看重的是新加坡的战略地理位置，并不是某个具体的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假如美国能够在新加坡找到另一个政治势力更贴心、更听话的满足美国的要求，那新加坡县政府怕是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换匹马来拉车对美国来说是太简单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风险存在，新加坡才会考虑通过一份反对外国势力干涉法来防止自己被自己强大的盟友给黑了，避免新加坡的政局被人搞得血雨腥风。给美国当盟友尚且如此那些不是盟友的国家，特别是被美国公开当作对手的国家，就更需要有这样一个法律了。新加坡通过这样的立法，表明美国正在逐渐的陷入失道寡助、失去全球支持的境地。今天美国的内政外交还没有崩溃，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还拥有比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科学技术上比较领先。一旦这样的优势不再存在，那美国遭到天下围攻的场景一定会变成现实。
到了那一天，美国人就会明白什么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了。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